今天我们要用4800多片积木零件来造一辆功能多到爆炸的1:8旗舰超跑宇星魔王13182。它的原型车应该是全球限量仅20台的帕加尼花雅 BC， 可独立调节的前后悬架升降，8档序列式变速箱，行驶与 V12发动机联动，车头风扇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转向与前后扰流板联动，吸附式欧翼门开合，前备箱盖开合，引擎盖开合，副驾驶储物箱开合，侧面行李箱开合，座椅前后调节。此外，全车也是大量使用了碳纤维花纹的印刷件科技面板，以及部分全新开模的独占零件。下面我们就一边听哒一边看一下这款作品的内部设计。这里可以看到手动换挡拨杆的内部设计，里面做了一个连杆结构。进一步的，手动换挡的连杆结构最终是带动一枚黄色4齿齿轮的前后移动，并通过侧边这里的2枚4274对其进行抵持，最终带动中间这枚4齿齿轮的旋转。其所在的十字轴后面会连接变速箱。另外翻过来在车底，我们可以看到一根贯穿整个车身底部的十字轴结构，用于车头风扇的联动。这里看一下关键的前悬架高度调节的相关设计。手动动力从预留好的十字轴连接件下来以后，通过一枚涡杆控制左右两侧各一枚8齿齿轮的旋转，同时进一步带动左右各一枚24齿齿轮，并最终带动这根黑色十字轴的旋转。这根十字轴后面将会用于控制避震支撑点的运动。这里的总齿轮比是24:1，同时因为涡杆结构的存在，因此可以实现单向运动的联动效果。不过如果拆开来看内部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些风险。首先是这枚涡杆以及两侧的各一枚8齿齿轮，设计师都只在一个方向上固定住了其所在的十字轴，因此在这个结构受到比较大的扭矩负载的情况下，涡杆和十字轴会发生偏移。另外，这枚24齿齿轮也只固定了单边。此外，8齿齿轮在受力后相对于其他齿轮更容易变形，所以其实也并不是特别适合用在控制悬架升降的结构里面。这些偏移量等不稳定因素叠加后，将会导致这枚关键的用于控制避震支点的，在避震下压时不能让它旋转的黑色十字轴，在受力后发生旋转，或者说就是会有很软的感觉。如果最终加入的避震零件比较硬的话，那么下压后变形的将会是这个地方，而不是避震零件。此外，固定这枚8齿齿轮的带截止十字轴的凸起部分，由于刚才提到的偏移，所以也有可能会与方向盘联动结构中的这枚16齿齿轮发生干涉，导致转向与方向盘联动异常。那转向与方向盘联动，手动动力同样是从上方预留好的十字轴连接件下来，然后通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动力向前到达前方这里的12齿齿轮，后面将会由这枚齿轮驱动转向齿条零件。动力向后则会通过一系列齿轮组，最终到达这里的12齿锥齿轮，用于方向盘联动。这里可以看到，设计师在底部结构这里使用了非常多的摩擦销，同时也是对插的设计。不过好在这款车子使用的是高专改良后的零件，拼搭手感相对以前的版本会更柔更润一点。拼搭的时候可以先逐个插进去一部分，不要全部插完，直到所有的插销都往孔位里进去一点点以后，然后再整体完成拼搭。这里看一下前悬架，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3枚小号硬避震，其中2枚在上方，1枚在上下摆臂之间，测试下来回弹力度适中。前悬架升降联动没有问题，不过目前是没有车重负载的情况。关于前悬架还有一个风险是，设计师并没有将上下摆臂沿垂直方向拉住，因此如果悬挂驱动桥受到来自侧方的拉力，可能会被拉出。另外，关于转向和方向盘联动的测试，可以看到设计师并没有做相关的限位设计，所以整个悬挂驱动桥的转向幅度是非常大的。这里可以看一下车头风扇的联动，动力从最开始我们介绍过的那枚12齿锥齿轮过来以后，通过这枚20齿齿轮以及同轴的24齿齿轮，然后最终到达两侧的8齿齿轮，测试下来联动还是非常顺畅的。这里也可以看到车头扰流板的升降联动是通过一枚支撑臂的旋转实现的。这里也可以看到设计师为手动换挡动力设计的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设计，不过这里还没有加入皮筋。这里终于可以看到变速箱啦，包括左右2路，每路各一枚换挡凸轮零件。手动换挡动力从这枚4齿齿轮进入以后，控制左侧这枚换挡凸轮每次旋转90度，同时通过这里的一枚球头零件，每转4次驱动右侧的换挡凸轮旋转1次。变速箱模块，假设动力从发动机出来，输入端是左边这枚黑色的12齿齿轮，输出端则是中间的这根十字轴。
除了后悬架，车子的其他部分基本采用大模块的设计。那完成了这些模块以后，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关于变速箱和整个车子前半部分大模块的合体，可以看到，由于这里设计师使用了非常多的摩擦销，涉及到16处摩擦销和销孔的对位拼插，以及还有2处需要对位的十字轴，其固定点是一个万向节，所以这个合体会需要多付出一些耐心哦。那在合体前也一定要充分测试好手动换挡联动，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测试下来还是非常顺畅的。以及合体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2个换挡凸轮还有这枚球头零件的角度不能发生变化。不过变速箱部分还是有一个小问题，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左右2路换挡凸轮这里。正常来说，左右2路都必须要有每次固定旋转90度的相关设计，以控制好动力传输环的前后位置。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啮合离合齿轮的动力传输环的前后位置是由换挡凸轮的角度决定的。那么如果联动过程中换挡凸轮发生了不可控的旋转，变速箱就有可能出现脱档以及档位混乱等问题。虽然设计师在前方左侧这里做了一个固定旋转90度的设计，但只能实现对与之啮合的第一路换挡凸轮的角度的控制，另一路则缺少相关的控制结构，尤其是在2档、3档、6档、7档这4个档位下，可以看到换挡凸轮有非常大的自由活动角度空间，因此这里存在比较大的风险。当然，最终效果我们到成品阶段再看。我们先继续。在变速箱加入电机测试的环节，可以看到联动也是非常顺畅的。包括手动换挡的手感也非常的清晰，同时也能感受到各个档位下渐进式的齿轮比变化。这里看下后悬架升降的相关联动结构。手动动力从车尾进来，通过一组4:4的齿轮组将动力向左右2侧传输，并进一步通过4:4的齿轮组向悬架方向传输，然后到达里面的涡杆。在内部可以看到，涡杆控制一枚8齿齿轮的旋转，并带动与8齿齿轮同轴的另一枚涡杆，再通过这枚涡杆再带动一枚8齿齿轮，也就是一共是64:1的齿轮比。而这里存在的问题与前悬架类似，由于8齿齿轮相对于其他齿轮更容易发生变形，尤其是这里还做了2级的设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悬架升起，此时悬架如果受力，首先发生变形的是悬架末端的避震支撑臂所在的十字轴，也就是和前悬架类似的比较软的感觉。这款套装的拼搭用了大概20个小时出头。在外观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车大面积覆盖了碳纤维花纹的科技面板，应该是对全球限量仅20辆的花雅 BC 的还原，也就是整个花雅车系中的顶配车型。同时，所有的碳纤维花纹科技面板也全部都是印刷件，并且还都是双面印刷。所以可以看出来，厂家对这款套装的定位和期待应该都是比较高的，确实非常舍得下本钱。不过具体到玩家这边，还是呈现出了褒贬不一的反馈。在尺寸方面，经过测量，长度大概是56厘米，重量大概是3公斤。外观细节方面，前脸的楔形车鼻、两侧的车灯、下方的进风口以及下扰流板，以及尤其是两端往轮眉方向过渡的风刀，都做了适当的搭建。两侧轮眉上方的后视镜则是采用了单独开模的独占零件，并且镜面部分是真的可以反光的。原型车的轮眉与车门衔接位置的一个银色装饰元素，设计师在这里也是通过砖块零件进行了搭建，同时也是电镀件。除了主要使用科技面板搭建出的车门，车门下方的侧裙、后面的进风口以及上方的天窗，同样也是使用了一些砖块零件。再看车身的后部，透过引擎盖的窗口可以看到里面的 V12发动机。另外，车尾扰流板、中间的4出排气管、两侧各3枚圆形尾灯，还有下方的扩散器，全部都做了相应的搭建。以及还有驾驶室内的中控台、仪表盘、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下面的刹车和油门踏板，甚至还有空调的出风口。两侧的欧翼门可以打开，同时也是采用了吸附式车门的设计。打开以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欣赏驾驶室的内部细节。可以看到这2个座椅，设计师还使用软轴模拟出了安全带的细节。另外，旋转侧边这里的电镀旋钮，则是可以调节座椅的前后位置。不过过程中，主驾驶座的安全带会和方向盘发生干涉。副驾驶座前面的储物箱可以打开，里面还有一个手提包，前盖以及整个引擎盖都可以打开。打开前盖，里面有2个可以在行驶中联动的风扇。引擎盖内部也可以看到除了发动机以外的更多的管线细节。同时，在引擎盖打开以后，在驾驶座靠后的位置这里，两侧也各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储物箱，里面各放了一个行李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测试这辆车子的核心功能，首先是行驶与发动机联动。
测试下来可以看到，联动可以说是非常的丝滑。除了发动机联动以外，车头的风扇同样也是在行驶的过程中保持联动，测试下来也是非常顺畅的。接下来是转向与方向盘的相关联动，和绝大部分的科技组跑车只有2处联动不同，这辆花雅在转向方面一共包括5个地方的联动，具体包括方向盘、前轮、车头齿轮旋钮、车头2侧扰流板以及车尾2侧扰流板。测试下来，在基本的联动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车头、车尾共4块扰流板的随动升降，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在前轮转向到一定角度的时候，轮胎会和周围的结构发生干涉。接下来是8速序列式变速箱以及相关的换挡联动。换挡拨杆被设置在驾驶室的内部，拨动拨杆就可以完成换挡的操作。测试下来，这个手感还是非常清晰的。具体到档位的切换，因为拼搭过程中讲解过的风险，在最终的成品环节也确实存在脱档概率，以及例如1档跳5档、2档跳6档的跳档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被发现。另外，无论在哪个档位下，只要不脱档，发动机联动都是非常的丝滑，以及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不同档位下的发动机转速的渐进式变化。由于设计师并没有做相关的限位设计，所以在1档和8档的时候都可以继续向前切出一个不能完全切进去的档位。另外，原型车并非8速，而是7速序列式变速箱。最后来到悬架部分，首先可以看到前后悬架基本的回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在车头上方以及车尾中间这里插入齿轮旋钮，来分别控制前后悬架的升降。不过这个功能测试下来，前后悬架虽然确实会有升降，但也实在是有点不太明显。在牢固度方面，经过测试可以看到整体牢固度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车头的楔形车鼻，设计师并没有做牢固的角度固定，其他大部分面板都做了固定。而采用砖块类零件搭建出的一些外观模块，虽然可能带来更好的外观还原，但也是这辆车子相对比较容易脱落的一些地方，比如车头下方的进气格栅、两侧的风刀、方向盘后面等位置。不过车身两侧的侧裙以及车尾的尾灯倒是比较牢固。那这款套装的整体情况就是上面这样，接下来看一下包装。标配的物流纸箱总重达到了5.8公斤，在体积方面也是一如既往的延续了宇星标志的紧凑风格，抱在手上有一种和体积不匹配的非常沉的感觉。彩盒也是采用了碳纤维纹理质感，左上角标注了套装编号、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右上角标注了1:8的模型比例以及旗舰款的套装级别。彩盒背面对产品的功能和设计进行了一些图示展示。打开彩盒可以看到内部几乎没有任何的空隙。4802片零件一共分成了25个零件分包，10个大步骤。拼搭手册1本，厚度超过了1厘米。开篇使用了5页的篇幅，对这款跑车的原型车以及积木的设计进行了一定的介绍，一共包括1050步，不均4.6个零件。然后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小张。好啦，那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